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几个大字赫然出现在新华网头条标题，好像习近平还是核心，他还在红潮那把龙椅上坐定，这点很让人看不透。许多人都有一个疑问：习近平的老爸习仲勋好像是开明的改革派，习近平为什么做上了皇帝梦，连接班人都没有指定呢？美国学者唐志学最近出版的《习仲勋传》能给我们答案吗？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我是王真。中共官媒新华网7月13号头条报道，9.4亿中国人生活在城镇，中国有690多座城市，这很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操心。习近平对城市有很多讲话，雄安新区就是习近平亲自决策、亲自部署、亲自推动规划建设的现代化城市，是千年大计、时代标杆。这种夸张的用词已经是习近平的御用专利，这让很多人好奇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人像习近平这样想终生掌握权力，那不就是皇帝吗？习近平怎么变成这样了呢？法国《世界报》7月11号的一篇文章就想揭开其中的谜团。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外人看来似乎是一个开明的改革者，习近平为什么做起皇帝梦了呢？法媒注意到最近美国学者唐志学写的一本新书《党的利益至上：习近平之父习仲勋的生平》。世界报最先注意到这么一个场景：文革高潮中，1967年春天的某一天，因其父亲的政治问题，头戴沉重的铁质高帽子遭到批斗。在这次批斗会上，习近平受尽了侮辱，甚至连他母亲也被迫随着旁边的人高喊打倒习近平。习近平被送往少年管教所，那时天气很冷，习近平只能穿着单薄的衣服，睡在冰冷的地板上，全身爬满虱子。习近平后来说，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走出去。习近平的同父异母姐姐就是在文革中自我了断的。好多年以后，大概是在1976年，习近平23岁的时候，终于在洛阳见到了习仲勋，父子团聚。习仲勋给他的并不是亲情，而是要他背诵毛泽东的《矛盾论》和《实践论》。唐志学在专辑中描述说，7月的一个炎热下午，一位到访的邻居发现习仲勋和习近平都穿着内裤坐在家里抽烟，习仲勋让习近平背毛语录。习仲勋一生多灾多难，最可怕的正是文革，他被红卫兵从下放的河南洛阳绑架到西安，挨过多次批斗和毒打，还遭到过单独囚禁，一直到1975年才被送回洛阳继续下放。经历苦难后的习仲勋变得非常爱哭。1976年，周恩来去世后，他大哭了3天。他在和人说话时会没有征兆地哭起来，他在家会莫名其妙地嚎啕大哭。当时洛阳工厂家属院的邻居都能听到他的哭声。他晚年时在北京和广东都有人说他精神失常，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疯了。应该说，习仲勋应该痛恨文革，痛恨发动文革的毛泽东，可见到儿子习近平却要他背诵毛语录，这真是太诡异了。普通人很难理解这里面的逻辑。唐志学认为，习仲勋最欣赏儿子就是习近平，在习仲勋看来，吃苦是一件好事情。他这样对待习近平，因为他希望习近平将来能当上中共的大官。习仲勋跟人说过，习近平是做总理的料。苏共布尔什维克文化给习近平和习仲勋留下深深印记。这种文化推崇的正是自我磨练，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本小说的主人翁保尔柯察金一样，认为个人磨难是政治锻造的熔炉，个人受的苦越多，越觉得党恩情如山。只有通过绝望与牺牲，才能真正成为党的可靠战士。青年时代的习近平热衷阅读俄国小说怎么办？其主人翁就是睡在钉板上锤炼意志。习仲勋对娇生惯养的高干子弟非常不满，觉得他们口碑太坏，败坏了党的威望。党的事业需要经受过苦难的接班人，这是他觉得应该让自己最好的儿子吃苦的原因。在习近平升官的路上，习仲勋还是起过很大作用的。习近平从清华毕业之后，能为耿彪工作，唐志学相信这里面一定有习仲勋的帮助。
80年代中国媒体经常提到习近平，可能跟习仲勋的位置有关系。中央组织部青干局的严怀去河北见习近平，应该是习仲勋这个书记处书记的缘故。然而习仲勋曾经要河北省委书记的高阳支持习近平，反倒碰了一鼻子灰。高阳不买习仲勋的账，还把习仲勋的话在河北的会上给念了，习近平只好到福建去。福建是习近平发迹的地方，当时福建的省委书记是向南，向南的父亲向信年是习仲勋的老部下。就这样，习仲勋一步一步把中共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儿子习近平身上。在习仲勋眼里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，能培养习近平这样一个接班人，应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一件事吧。然而习近平自己却遇到一个严峻的问题，他的接班人人选是个大问题。唐志学认为，习近平最想要的是中共政权能够摆脱中国5000年皇权更迭的周期性命运。他不仅自己要做皇帝，还想让中共洪朝一直延续下去。习近平想到的办法就是自我革命，他希望每一代中共领导人和每一代年轻人都走一遍习近平走过的路。中共自己似乎也看到了习近平接班人问题的严重性。6月30号，中共政治局开会审议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条例，外界认为这标志中顾委 2.0 的成立，中共权力到了新老交接的时候了。但问题上，习近平想交出权力吗？今天新华社头条报道还在突出习近平的核心地位，他能交出手中权力吗？核心在中共话语中往往意味着权力的归属。邓小平曾经跟江泽民说过，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毛是核心，他说了算；毛泽东死了以后，我是核心，我说了算。现在你是核心。但是邓小平活着的时候，江泽民好像说话并没有完全算数，他差点被邓小平打倒。唐志学认为，在中共政治圈子中，选接班人是很危险的事情，一旦选定的接班人有问题，核心就不知道是谁。到底谁是核心？接班人有没有尊重你？有没有领会你的意图？所以中共的接班人很难做。例如高岗、刘少奇、林彪、胡耀邦、赵紫阳，这些人都很聪明，都有城府，但是他们都没有正确处理接班政治，都被打倒了。更年轻一代的接班问题可能更难。习近平最近说，他非常担心第3代，就是现在的中国青年，润学躺平，取代了习近平希望的吃苦、牺牲和斗争精神。习近平的皇帝梦能做多久呢？中共洪朝已经到了土崩瓦解的时候了，习皇帝可能像现在的烂尾娃一样，都是最后一代了。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